现在他们的钢架子，哎，是。我们也住那边吗？对，马上完了不成，要我们的对过。哦。楼梯爬那个。川斗的斗这个字呢，很可能是象形文，因为这个是建筑从建筑来的，所以这种建筑体系呢，大概5000年以上没有，而且是中国大概运用最广泛的一种建筑体系。那现在居民重建有部分也用这个方式。对，还是用这种方式。那就找当地的老师傅。对他们当地的还是有很多木工师傅，但是因为你一下子要那么大的量，你要那么多的木材跟那么多的那个师傅木工师傅不现实，所以只少部分的还是用传统方式做。如果能够用传统方式做，其实还是最佳方案的。但是因为你现在地震以后你没有办法。你都是这个整个一下23岁。走到过冬我还没还没洗锅噻，那都要起地震，咦，得要地震，我坐着了，咦，越看越恼火，挖冲来冲去的，我赶紧往出里跑，这老汉都叫我老婆子，我出来，走到外圈来噻，盖阳也别扣，都是垮了，也没啥子垮嘛，都别扣，原把别了2包扣。我都你不问了，我都抱到柱头，后头那个柱头，后头那个砖墙那个窗子啊，啷的声，我明白了，砖墙倒到，这个窗子垮到，玻璃在响的，我都把个柱头抱得紧紧的，再一下2个大，我都只找原把的听我说，这个往那一方走了，我们那个录音模组走，他一个摇我老婆子。那个转那个他我也不敢去，倒是摇起来把我爬死咋的抓？看我一股劲抛下火哦！咱们2个老汉都在那火把都走啊。它只是你付出的代价。你那个砖混的，你要兼顾的话，它得花很多的钱，花很多的水泥，很多的砖。浪费很多的能源，运输也困难。主要它重了以后就抗震力就薄弱了。它轻啊，像川斗的轻啊，我们那个也是轻啊。
路还没好。哟，会不去哦？你来，会得去。没法工作了。我们这个房子的特性就是说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专业技术，你只要有手有脚，你就可以做。灾民或者农民受灾以后，他有没有其他工作？也就是他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呢？你如果没有把它投入到他这个自己住宅的重建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再怎么便宜工业化的生产，再怎么样降低成本，绝对没有办法。绝对不会比他投入劳动力来创造他的这个盖他的房子来便宜，不可能。这个造价1平米，如果是自建，像这个房子自建的话，不会超过400块钱。剩下的就是一些水泥，这个石头也是自己捡的，那个砂石、级配也是就地挖的。那只剩下的什么？就是刚那个门窗还有就是水泥。就是很便宜，最多屋顶上的彩钢，就这样而已，绝对不会超过400块钱。那另外就是自己的劳动力自己投入。第一栋的时候花了6天时间才做完，第二栋的时候花了4天就做完了，第三栋就更快了，2天半就完了。一栋房子，4家。